趁谁兵临，草木皆是刀光剑影。谁靠近，谁惊醒？黑白由谁来分明？殊途同归不同命。流血不留名，走遍了荒漠，寻找自我，在黑暗角落，光明磊落。暗河流过谁的传说？最后谁又把谁一生埋没？我一跃而上，刀尖上的风浪，热血怒放，开出信仰。谁用梦想抵挡宿命荒唐？我逆流而上，生死如天地苍茫。或许还有第二条路。第二条路，有些事情可以妥协，有些事情我也可以为你背负。可是今天大家长必须死，否则币安组织何以树立新的规矩？我是鬼，永远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至死方休。你太天真了，我怎么会认你这样的人做朋友？这个任务我不接。放肆！提魂殿下派的任务，岂是你一个小小苏家弟子可以拒绝的？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所以你不想杀？给我们一个理由。没有理由，不想见。真是放肆！传信给苏晋辉，将其视为叛徒，直接抹杀。莫急莫急，看看谁来了。参见三官。苏长河，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好呀，谁都能和我们提规矩了，看来提魂殿需要立一立威了。莫急，你且听他说。我兄弟说了，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立一个规矩。哼！你们2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不要以为这1年来杀出点名堂，就觉得暗河都是属于你们的了。和我们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倒想听一下，他要立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不行吗？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，只要任务完成，管他是谁完成的呢？好，那么就说好了。若你做不到，那么等待你们2人的将是暗河最严酷的刑罚。唉，不必吓我，你们瞧好就是。你进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这个嘴笨的家伙谈判喽。你要明白，提魂殿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的剑。那他们同意了？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你还信不过？那你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没什么条件，就是分析利弊。那提魂殿3官也不是傻子，自然会算账。多谢了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长河，这么多年，多谢了。可是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。你自以为是守护，可在我看来，你只是以守护之名在逃避。
鬼窟院那100年的规矩，我们都能一起打破。长河，难道你就不能再相信我一次？终究还是要与你一战了呀！长河，大家长不能死！当年我说一起练寸指剑，这样身上藏10级柄匕首也没有问题，你偏要练18剑阵。18剑阵用一次就得收一次，今日你对那穆子陵已经用死了，如今光靠一柄细羽剑，你能赢我？操纵长剑的技艺，好像是弹琴一般。的确是，因为苏十八创立这套剑法，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善于弹琴的女子。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故事。痴情谈不上，疯魔比较恰当。当年苏十八爱上了一个善于操琴的女子，可是女子却是他的击杀对象。无奈何，苏十八为了任务，最终击杀了女子。可是为了纪念那女子，他模拟着女子弹琴的技法，创出了这套18剑阵。杀了心爱的人，然后为了纪念心爱的人，创出了杀人剑法。你这哪是疯魔呀？这分明就是变态呀！这18剑阵自苏十八以后就失传了，直到沐雨这里才再次重现。莫非白姑娘认为沐雨也是变态的人吗？哎呀，大家长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哦，那你觉得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。白神医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呢。喂，白神医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这位好兄弟了？嘿，你这人怎么一边打架还一边偷听别人说话？因为和苏沐雨说话实在太无趣了，还想办法劝我。这18剑阵是我陪你练的。我比谁都知道你的破绽。平手。明知道此刻自己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可还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，大家长不能死，苏昌河也不能死，除非你先死？他可真是把自己好兄弟琢磨得透透的。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但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的是懊恼了很多年。炎魔掌。你身在暗河，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很可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
为你送葬，即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大家长，好。其实你敲门之前，我和沐雨聊了许多。哦，都聊了些什么？我和他打了一个赌。沐雨不是最讨厌赌的吗？你们赌了什么？我们赌最后能走到这里的是不是你？若是你的话，就将绵龙剑传给你。那沐雨赌的是？这，你便自己问他吧。指尖刃，你是唐连月？你们可是要拦路？路我们已经让了，至于能不能进这扇门，就得看玄武使的本事了。我为唐门市而来，非玄武使。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来。我敲门只是因为所到之处非我宅邸，但我是否进来，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。哦，竟然是连月兄，我的雨墨妹妹不够好吗？你还到这里来？暗河大家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启城玄武使，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已在朱巢之外徘徊多日，不愿动手，便是不想参与进你们暗河之事。如今风波已定，大家长，我来与你一战，仅为我二叔报仇。风波已定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的局势有了新的判断。暗河之中，已经无人可以阻止苏昌河了。此话没错。在我动手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问大家长：是谁找的你们杀我二叔？收钱办事不提主顾之名，这是规矩。但是，我今天可以为你说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家园，原来真的存在。沐雨啊沐雨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。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但是在唐门之中却最看重你。唐门从天启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意，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这一边。就是这么一个独自搬往孤冷地方独居的人，却受到了来自我们的暗杀，其中情有令人思量啊！原来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感谢大家长告知连月。从你踏入天启城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单单是唐门的唐连月了。我虽明白了，但我依然要杀了你，为我二叔报仇。既是如此，出手吧。唐连月，我虽然老了、伤了，可也不必这么小看我。唐连月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无妨，我这把骨头还未曾枯朽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总有事情是你护不住的啊！不如随我一同看戏。倒是给你省麻烦了。神医好像从头到尾都很淡然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啊？是啊，我刚给你下了毒，你不知道吧？
难怪方才我一看到神医，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得越来越快了呢。你个小混蛋，真不害臊！哼！即便是塔尔老爷与我对阵之时，也不得不用出万术飞花。你觉得你这般能杀我？好。你想要看万术飞花，便让你看看那万术飞花。不必担心，唐连月是个死板到有趣的人。放心吧，伤不到我们。你二叔能以花为花，你却仍以银针作花，无法化天地万物为暗器，不如你二叔啊！说怎么呀？这银针之中藏着雷门的火药。大家长，烟这么大，说明大家长肯定没有被炸死。唐门和雷门不是素来不和吗？怎么唐门的暗器中会藏有雷门的火药？天启司守护之首是李新月，她的丈夫是雷门这一带的翘楚雷莫沙。这就是我的第二道暗器，天雷无妄。可惜今夜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，你必死无疑。这是暴雨梨花针。天雷无妄还是伤到你了，大家长。好浓的梅花香。看来雪落一枝梅的毒并没有解，如此我不需要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即使如此，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走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。想过今夜有趣，没想到竟会如此有趣。我们这边看来是来活了呀。你以为凭借你们几人就能对抗我们穆家这么多的高手？今日以后，暗河便没有送葬师。我走了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也再没有执三鬼，我会铲平替魂殿。出去以后，你继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看着吧，就要在这里借天启之名，让世人都认得我百里东君。水
在江湖飘飘荡荡，离合悲欢一如青山茫茫，一叶扁舟渡过江河彼岸。是谁潇洒一路独闯冲破魔障？是谁潇洒口笑醉到那江湖梦不断？写到真到哪一条道会更逍遥？无情游戏一切复活难。